电灯泡到底是谁发明的？它的发光原理与 LED 灯有何不同？2020年的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9月3号，候选人拜登在演讲时声称，电灯泡的发明者并不是爱迪生，而是一位黑人。此言一出，便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难道说从小熟知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是假的？其实，早在爱迪生之前，1860年，英国电气工程师斯旺就制成了碳丝电灯，但是始终未能达到让碳丝持续工作的真空环境。直到1878年，随着真空技术的不断发展，斯旺终于制作出了第一支白炽灯。而爱迪生于1879年才开始投入到电灯的研究中，他试图找到发光强且价格便宜的耐热材料作为灯丝，先后尝试了1600种材料都不理想。直到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成功制造出了碳化棉丝白炽灯，并获得专利。之后，他仍旧致力于电灯泡的改进，并于1880年研制出能够持续发光1200个小时的碳化竹丝灯。虽然斯旺在1880年也申请了白炽灯专利，但是却没有像爱迪生一样建立发电站和输电网。因此，随着电灯泡走入千家万户，人们便记住了爱迪生的名字。但是，这个纠缠的故事中并没有出现拜登所说的黑人，他究竟是谁呢？这位非裔美国人的名字叫做刘易斯·拉蒂莫，他是爱迪生改善电灯泡和申请专利期间的合作伙伴。1890年，拉蒂莫还出版了一本名叫《白炽电照明：爱迪生系统的实用描述》的书。回到今天，距离电灯泡的发明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白炽灯也渐渐退出了人类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光革命 LED 灯。那么它的原理与白炽灯有何不同呢？白炽灯是利用灯丝通电后产生的热辐射发出光芒，其能量转换率极低，只有 2%到 4% 的电能转化为光。而 LED 灯则是利用半导体晶片将电能直接转化为光能。半导体晶片由 P 型半导体和 N 型半导体构成，一端空穴多，一端电子多。当电流通过晶片时，便会将 N 区的电子推向 P 区的空穴，并在此过程中以光子的形式释放能量。不同的 PN 结构材料可以产生不同颜色的光，这便是 LED 灯的发光原理。它比白炽灯节电 80%， 在同等功率下，电量是白炽灯的10倍，寿命长达5到10万个小时，是白炽灯的50倍以上，并且由无毒材料制成，能够回收利用。由此看来， LED 灯无疑是一项节能、高效又环保的照明技术。它被广泛应用于显示屏、指示灯、照明光源等众多领域。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发明蓝光 LED 的3名科学家。相信正如颁奖词所说的，白炽灯照亮20世纪，而 LED 灯将照亮21世纪。飞机为什么不能飞向太空？自1687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至今，人类早已实现了冲出地球、飞向太空的梦想。但是，为什么同为飞行器，火箭就能够脱离地心引力在宇宙航行，而飞机却只能飞行在万米高空呢？首先是速度问题，想要摆脱地球的强大引力，飞机的速度至少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目前真正投入使用的最快的飞机是美国的 S2-71侦察机，它的最高速度可达 3.35 马赫和 1.13千米每秒。而美国秘密研制的 X-43系列无人驾驶飞机，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 9.8 马赫和 3.3千米每秒，创造了大气层内飞机飞行的最快速度。但是它们距离第一宇宙速度 7.9千米每秒仍旧有很远的距离。至于我们平时乘坐的民航飞机，最高速度只有 0.8 马赫左右，想让它飞向太空可谓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抛开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等一系列要考虑的问题，执意提高速度，飞机有希望冲破大气层吗？我们在模拟飞机驾驶的游戏中尝试一下，就会发现，当飞机上升至 1.6 万米左右的高空时，就会发生失速状况，开始下坠。这个便是飞机面临的第二个问题：空气。飞机之所以能够飞起来，依靠的是机翼上下产生的大气压强差。除此之外，
飞机发动机内部的燃料燃烧也离不开氧气的参与，而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空气密度也会不断的减小，飞机的升力和推力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最终失去控制。因此，即使飞机的飞行速度再大，也无法飞向没有空气的太空。而与飞机的飞天原理不同，火箭使用的是喷气式发动机，它的燃料在燃烧后会产生大量的高温高压气体，将这些气体以极高的速度从尾部喷出，便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推动火箭上升。再加上火箭自身携带了助燃用的氧化剂，因此不论是在大气层内飞行，还是在太空飞行，它的高度都不会受到限制。既然如此，那能不能把火箭发动机和飞机结合起来呢？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研发了搭载火箭发动机的 X-15试验机，它的飞行速度最高可达6.72马赫，可以飞向10.8万米的高空，创造了载人飞机速度与声线的世界纪录。但是，火箭发动机的燃料消耗非常的可怕，只能维持80到120秒的飞行时间，剩余的时间只能进行无动力的滑翔。1979年4月22号，这项经历了25年、投资成本超过3亿美元的高超音速研究发动机计划宣告结束。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也为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混沌摆是什么？看过《钢铁侠2》的人一定对这个摆件留有印象。它由一个普通的支架和2根长短不同的铁杆构成，铁杆之间相互连接，却又各自摆动着，显得自由随意。那么，这个一度让钢铁侠有点烦躁的神奇摆件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 Swing Stick， 是混沌摆的一种。在我国古代，常用混沌来形容开天辟地之前宇宙模糊一团的状态，而在科学领域中，它也特指一种独特的运动状态，即确定性动力学系统因为初知敏感而表现出的不可预测的类似随机的运动。这个定义听起来有些复杂，于是乎混沌摆应用而生，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研究混沌系统的运动规律。其中最为简单的混沌摆模型是双摆动力系统。双摆顾名思义，就是把2个摆极连接在一起的摆动装置。国外曾有人做过一个夜光双摆实验，可以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双摆的运动过程。首先，将背景板涂满感光颜料，然后在摆杆末端安装一个小灯泡。如此一来，只需要在黑暗环境中触发双摆系统，便可以观察到摆杆的运动轨迹了。随着金属杆的来回摇摆，绿色痕迹逐渐遍布整个背景板，仿佛一位潇洒的画家在肆意挥墨。只是这位画家的画笔不过是从1节变成2节而已，为什么会和其他的摆动系统差距如此之大呢？单摆是最为常见的摆动系统，不论是钟表店里一直晃动的大摆钟，还是小铁球来回碰撞的牛顿摆，又或者高低不同、曲线优美的蛇摆，归根结底都是由一个个小的单摆组合而成。但是，一旦加入了其他摆极，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每一个摆在自身运动的同时，也影响着其他摆的运动，综合起来，整个系统就会变得混沌无序、变幻莫测。而除了运动起来毫无规律之外，混沌摆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特点，它对初值异常的敏感，甚至人手操作的误差也会导致无法实现2次完全相同的摆动。也就是说，输入端微小的差别能够迅速放大到输出端，变成压倒一切的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大家熟知的蝴蝶效应便是如此，小小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最后回到混沌摆装置本身，人类当然按耐不住各种奇思妙想，不仅制作了3摆系统、4摆系统，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有趣的改进，比如用金属圆盘代替金属杆，将固定点移至摆杆的中间位置，2端再分别连接一个摆杆，利用随机无序的运动轨迹制作艺术作品等等。而除了这些真实的挑战和尝试，还有人提出了一些疯狂的想法。游乐园的海盗船似乎还不够刺激，可不可以研发出类似于混沌摆的娱乐设施呢？
石油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地球上还剩下多少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石油的应用早已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面对石油的产生原因这一基础问题，学术界却始终没有定论，而是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首先是石油的无机成因说，以俄国的化学家门捷列夫为代表。他认为，在地球最开始形成时，液态的铁和碳在相互作用后形成了碳化铁，储藏在了地球的深处，而后与下渗的地表水产生了作用，最终形成了石油类烃。然而，随着科研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发现石油的化学成分中含有大量只有生物体内部才会出现的有机物，因此石油的有机成因说开始被广泛接受，即石油是古代海洋或湖泊中的生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的。但是在后来的油田开发中，人们又确实发现了无机成因的石油和天然气，于是石油成因的二元论诞生了。也就是说，石油既可以形成于无机物，也可以由有机物转变而来。当然，随着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人类不仅在追溯石油的形成过程，更在注重如何将更多的石油开采出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打一口井就能喷出油来。其实，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油田开采的初期，仅能够采出5%左右的石油。要想提高采收率，就必须依靠先进的开发技术。例如，我国大庆油田所采用的3次采油技术。第一次，利用地层自然压力将油顶出来；第二次，向地层中注水，增加地层压力，把地层中的油挤出来；第三次，向地层中注入化学聚合物，将油洗出来。目前3次采油技术的采收率最高可达30%，连续16年产油1000万吨以上，占大庆油田国内原油产量的1/3。但是，面对愈发成熟的石油开采技术，人们的担忧情绪也开始蔓延。地球上剩余的石油还多吗？石油会被抽干吗？1949年，美国著名石油学家哈伯特预测，石油产量将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达到顶峰，而后则会一直下降，直至完全耗尽。没想到，上世纪70年代左右，石油产量真的开始下降。于是，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之下，石油资源终将枯竭的言论深入人心。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报告显示，从1995年到2015年这20年间，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不但没有减少，还上升了50%，从1.1万亿桶增加至1.7万亿桶。其实，这和石油探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在过去，人类只能探测到地下浅层的石油，而随着勘探手段的不断精进，越来越多的深层石油被探测发现。而且因为开采成本过高，有相当一部分的石油并没有得到开发。所以说，就目前而言，人类该担心的并不是石油储量问题，而是能不能找到取而代之的清洁能源呢？白噪音是什么？为什么说下雨天睡觉尤其舒服？楼下门店开业的敲锣打鼓声，隔壁邻居装修的电钻嗡鸣声，深夜传来的阵阵酣睡声，这些噪音的出现总会干扰大家的正常生活，使人心烦意乱，难以入眠。但是有一种噪音却恰恰可以起到反作用，不仅能够稳定情绪，还能让人们的睡梦变得更加的香甜。这种温和的噪音就是白噪音。从物理学角度解释，白噪音指的是一段声音的功率频谱密度在人耳可听的范围内是均匀的。通过声谱图的对比就可以发现，相较于小提琴演奏声的较多尖峰，打雷声的缓缓下降，以及噪声的杂乱无章，白噪音的频谱图看起来更接近于一条直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绝对理想的白噪音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能够听到的和白噪音最为接近的，其实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真实的声音，比如下雨天雨滴滴落的声音，山间清泉潺潺流动的声音，还有树林中传来的阵阵鸟鸣声。静静地聆听这些声音，就会发现心情好像真的平和下来了。这便是白噪音的一个重要作用——安抚。它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缓解失眠症状。在快节奏的高压环境下，聆听白噪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缓解情绪，睡上一个好觉。第二，集中注意力。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如果受到环境干扰，容易分心，可以尝试利用白噪音恢复学习或者工作效率。第三，可以让婴儿停止哭泣。出生不久的婴儿对于新的世界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白噪音与子宫中的嘈杂声有类似之处，所以说婴儿在哭泣时，一旦听到了白噪音，就会慢慢的安静下来。而除了安抚作用之外，白噪音还有另外一种神奇的能力，它可以将一些噪音弱化，就好像安静的课堂，地上掉一个针都能听见，而在迪厅里掉100根也听不见。这是一种声音可以将另外一种声音遮盖掉的现象，也就是声音中的遮蔽效应。也就是说，播放白噪音并不是隔绝噪音，而是中和噪音，营造一种虚假的宁静。综合上面2个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现象：下雨天睡觉特别舒服。首先，雨声本来就类似于白噪音，可以让人心神宁静。其次，雨水滴落的声音遮盖了许多噪音，为人们营造了良好的睡眠环境。想象一下，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路面泥泞拥堵，而自己却可以躺在房间里呼呼大睡，这感觉能不舒服吗？最后还必须要提到一点，白噪音虽好，但也要适度聆听，一旦对其产生了依赖性，那可就适得其反了。水转印技术是什么？如果说 3D 打印技术可以精确地还原建模造型，那么水转印技术就是一种可以为 3D 物体一次性完整上色的神奇技术。水转印技术也叫曲面水批复技术，它的操作过程非常简单，将印有图案的水溶性薄膜平整地贴于水面，在上面均匀地喷洒活化剂，使薄膜上的图案转化为油墨状态，把需要印刷的物品慢慢地放在其中。在水压的作用下，张力极强的水溶性薄膜可以轻易地包裹在物体表面，在经过干燥、喷油、烘干等一系列的处理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遇水重生的精美物品了。与传统的印刷方法相比，水转印技术不需要特别专业的设备，简单且高效，因此也掀起了水转印技术的 DIY 热潮。人们不仅把车骨、头盔、吉他等一些坚硬的物品扔入水里，还把自己的手套、鞋子等布制品染上了好看的颜色。更有甚者，直接尝试用水转印技术来纹身，不仅不会疼痛，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图案。但是这种没有高温处理过的薄膜和我们小时候玩的纹身贴好像并没有什么差别，轻轻一搓就掉了。观察水转印之后的物品，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它们表面的图案很容易变形，因此这项技术多应用于精确度较低的上色任务，比如木纹、迷彩、大理石等纹理。为了克服这一局限，2015年，浙江大学周坤教授带领的团队成功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精准模拟了水转印薄膜的形成过程，将3维设计稿降维成2维层面的展开图，并将其制成了水转印薄膜，从而实现3维物体的完美贴膜。微波炉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把金属放进去？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半成品食物回家，用微波炉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微波炉可以在短时间里加热食物呢？微波炉的频率一般在 2.45 吉赫左右，也就是说它产生的电磁波1秒钟就会转上20几亿圈，而食物中的水是极性分子，它的正负电荷中心并不重合，因此在微波场的不断变化中，水和其他极性分子就会随之不断的转动和碰撞，发生相互的作用，从而产生热量。因此可以把微波炉的工作原理简单理解为分子间的摩擦生热。但是如果不小心把金属碗放进了微波炉里，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象，加热后的饭竟然是冷的，这是为什么呢？观察微波炉的内部结构就会发现，烹调腔的4壁以及进口处的小风扇都是由金属制成的，这是因为金属可以反射电磁波，
随着小风扇的转动，电磁波就可以均匀地辐射在整个烹调腔内。但是，一旦将金属碗放入微波炉中，就会导致电磁波在腔体和碗之间不断的反射，根本无法进入到食物的内部。这就是物理学中的电磁屏蔽现象。除此之外，受交变电磁场的影响，金属还会产生电流，发生危险的现象。比如，把曲面的勺子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就会看到火花；而把一个钨丝灯泡放进去，还能看见它发光。严重情况下，电流还会将微波炉的内壁击坏。因此，一定不能把金属放进微波炉里。其实，不仅仅是金属，把一个切开的葡萄放进微波炉里，或者把2个葡萄紧挨着放进去，也会在相连处出现火花现象。这是因为葡萄的直径接近微波的波长，二者会发生相互作用，在2个葡萄的交界处产生电磁场的最强点，同时产生极高的温度，引导葡萄内部的电解质迁移。当能量足够强时，便会引发电离，产生等离子体。看到了微波炉中金属和葡萄的悲惨下场，一定会有人担心：微波炉对人体有危害吗？它真的会致癌吗？其实，微波和电台广播、WiFi、手机信号都属于电磁波，只不过频率不同罢了。它的频率介于可见光和电波之间。既然可见光和电波都不会致癌，那么微波当然也不会。而且，微波炉四壁的金属把绝大多数的电磁波都屏蔽在了腔体内部。国际电工委员会更是规定，在离炉门5厘米处，微波的泄漏量不得大于1毫瓦每厘米。因此，微波炉还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破冰船是如何破冰的？与1912年泰坦尼克号邮轮撞上冰山的悲情结局不同，2019年1月19号，我国雪龙号破冰船因大雾影响与冰山相撞，所幸并无人员伤亡，船上设备也运行正常。那么，面对如此险峻的极地环境，破冰船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模拟冰层的结构就会发现，它在水平方向上近似于无限延伸，而在竖直方向上存在着有限的横截面来承受压力。如果在2个方向上分别施加相同的力，那么作用在水平方向上的压强接近于0，而在竖直方向上却可以直接将冰层破开。基于这一原理，破冰船应对不同厚度的冰层有着不同的解决办法。顶推法适用于较薄的冰层，破冰船借助前进的冲力以及螺旋桨的推力，利用上翘的船首直接将冰层破开。手压法则是利用船体重力，使破冰船冲上冰层，将冰压碎，并调节左右水舱，使船身不断的摇摆，从而开辟出更加宽阔的航道。咸压法则更加直接，利用破冰船独特的头部造型和强大的推力爬上冰面，凭借自身重量将冰层全部压碎。而遇到较厚的冰层，就需要使用生猛的冲撞法，先冲上冰层，利用重力进行一次破冰，然后倒退一段距离，再加大马力冲上冰层进行2次破冰，如此循环多次，直到成功开辟航道。从以上几种方法不难看出，破冰船的工作原理并不像上帝视角中看起来的那么简单，直接从冰层中划开，更像一个辛勤的大铁锤，一下一下的将冰层砸开。而想要亲手制作出这个大铁锤，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不仅要研究冰载荷等基础理论，还要制造出坚固且耐低温的金属材料，还要保证在极端天气下各项设备仍能正常运行。目前，破冰船技术的先行者是俄罗斯，不仅拥有30余艘破冰船，还率先将核动力应用在破冰船的推进系统中，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它也是第一艘抵达北极点的船只，而我国自1983年申请加入南极条约以来，也一直坚持着对极地的探索和破冰船的研究与制造。从第一代只能在海面上航行的向阳红10号，到第2代能在少量浮冰区域行驶的极地号，再到真正的破冰船雪龙号，直到2019年7月11号，第一艘由我国自主建造的破冰船雪龙2号正式交付使用。它是全球第一艘采用船首和船尾双向破冰的极地科考破冰船，
能够在 1.5 米厚的冰层环境中连续破冰航行，填补了我国在极地科考重大装备领域的空白，并于2020年4月23号与雪龙号一同完成了第36次南极科考任务，实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史上的首次双龙探行。电磁炮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可以用它来发射卫星吗？与传统大炮燃烧火药产生气体压力不同，电磁炮利用的并不是化学能，而是电流和磁场在相互作用后产生的安培力。当电流通过导轨时，就会产生一圈圈的磁场。利用右手定则握住导轨，大拇指指向电流方向，那么四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如此一来，这个由电源、导轨、弹体组成的方形线圈中就有了磁场。这时再利用左手定则，就可以判断弹体的受力情况了。伸出左手，让磁场穿过手心，四指指向电流方向，那么大拇指的方向也就是力的方向。在安培力的作用下，弹体就会不断的加速。根据公式可得，在理想情况下，控制好导轨的长度以及电流的强度，就可以得到初速度极快的弹丸。2010年12月12号，美国研发的电磁轨道炮的炮口动能达到了33兆焦，以5倍音速的极速击向200公里外的目标，速度接近2000米每秒，射程为海军常规武器的10倍，穿透8块钢板不费吹灰之力。因其受到的电磁力非常均匀，所以弹丸的稳定性也很好，击中目标的精准度更高。再加上弹头小且不会产生火焰，在作战过程中也比较隐蔽。操控人员还可以通过调节电流强度来控制弹丸发射的能量，以应对不同的作战目标。因此，综合以上几大优势，电磁炮成为了多个国家研究的热点。我国当然也不甘落后。2018年1月31号，有网友拍摄到长江上出现了一艘实验军舰，疑似在进行电磁炮实验。如果我国真的能够率先在军舰上装备电磁炮，那将是国防技术的一大跃进。当然，人们对于电磁炮的期望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能不能把这项高能远程的技术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呢？比如用电磁炮来发射卫星，这个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就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过载问题，电磁炮的加速过程非常可怕，这就对卫星设备的抗过载能力要求极高。如果是载人卫星，考虑到人体最多能承受15倍的重力加速度，就需要建造接近200千米的电磁炮轨道来延长加速时间。二、热防护问题，将电磁炮安装在地面，发射的卫星必然会在大气阻力的影响下很快减速，难以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并且空气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会将卫星直接损毁，因此热防护材料的制造又成为了一个难题。除了这些，还有电磁炮储能问题、卫星的动力装置问题等等。所以就目前来看，电磁炮技术不论是应用在军舰上还是航天装置上，都为时过早，仍需要更多的实践与研究。但是它绝不是一些人口中的大忽悠，毕竟世界上第一台汽车制造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马车跑得快，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巨无霸。所以说，与其选择被现实打倒，还不如寄期望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它会不会产生辐射？自1957年发明至今，电磁炉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那么，你有没有思考过它的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呢？电磁感应现象是电磁炉的基本原理。即不断变化的电流在经过线圈时，就会产生不断变化的磁场。而这时，如果把一个导体放进变化的磁场中，那么这个导体内部就会出现涡旋电流，也就是物理学中的涡流效应。而利用涡流产生的热量，就可以达到加热食物的目的了。这个原理显然与明火不同，它更像锅与炉子之间的心灵感应。人们利用这个特性，也进行了一些新奇的实验。比如用半边电磁炉烧水，另一边放上冰块也不会融化，隔着报纸加热食物，纸张依旧完好无损等等。
从这些神奇的现象也不难看出，相较于煤气、天然气等加热方式，电磁炉使用起来更加安全。但是，要想利用电磁炉加热食物，对锅具的要求也必不可少。第一，它要是一个导体，才能引发涡流效应；第二，它的导磁性要强，可以加强磁场，从而形成更强的涡流；第三，最好选用平底锅，可以增大接触面积，使食物均匀受热。因此，我们在使用电磁炉时，用的都是铁或者不锈钢制成的专用锅。最后还要提到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电磁炉会产生辐射吗？它对人体有危害吗？电磁炉中的高频磁场确实会产生一定的电磁波，但是它的工作频率极低，仅为20千赫到30千赫，是人民广播电台的4000分之一，是手机的4万分之一。而且锅体本身会限制住大部分的电磁波，只有少量会泄露出去。因此，除了装有心脏起搏器等的特殊人群，正常人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电磁炉。